哈喽，大家好，我是安怡。最近日本那边有一个新闻啊，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说日本在研究一个关于单身税的政策，已经进入国会的审议阶段了。如果正式成立，那未婚未育人士从2026年起，每年会被政府多收一笔钱。政策一出啊，不出意外的，日本那边已经怨声载道了，反对率42%，显著超过了32.8%的支持率。而重点还不是他们网友的反应，而是我们的网友看到之后也直呼离大谱，情绪包括但不限于难受、生气、悲剧、疯了。于是我仔细的去查了一下，这个所谓的单身税啊，其实不是只有未婚未育的人士才交，更准确的说法是，所有需要交健康保险的人都会多交一笔钱。日文原文叫做这个，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做儿童育儿支援金，只不过它的用途很明确，就是补贴有小孩的家庭，以此来支持少子化对策，帮助更多的人生孩子、养孩子。等于是说，这笔钱会交上去，拿给别人养小孩。如果你不婚不育，你就享受不到这笔福利，相当于白给，四舍五入。所以大家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单身税。好，那这笔钱有多少呢？它是按照收入等比例征收的，而且会逐年上涨。从2026年政策执行的第一年，年收入400万日元的人，大约每个月要上缴400日元，一年也就是4800日元。后面等比上涨，可能大家不一定有概念，我们换算成人民币，基本就等于年收入18万元的人，一年交224块钱；年收入37万的人，一年交450块钱。客观的说，这个钱多吗？其实还好，对吧？就是一顿火锅的钱嘛。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听起来格外的让人不爽？而且即便是国外的政策，却让我们都感觉到了不爽。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代入一下，就会感觉到，因为你单身，所以同样过日子，人家已婚已育的，就是比你福利多，你就得交单身税来养别人的孩子。于是你就会问，凭什么？对吧？单身是我的选择，我的权利，又不是我做错了事，怎么好像搞得要惩罚我一样？是的，这才是让人真正不爽的地方，是觉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区别对待，感觉被歧视了。单身好像成为了一种错误，因为我单身，所以我要交钱。所以那个不爽的点还真不是每年多交几百块的问题，而是单身人士还需要在精神上承担一笔额外的负担，让人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其实这种区别对待远就不止于单身税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让单身人士觉得自己被边缘化。比如之前成都的一位小姑娘在应聘的时候，招聘方就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小姑娘说没有，而就因为这个没有，她就被拒绝录用了。招聘方给出的理由是她25岁还单身，说明她交际能力肯定有问题。包括我也见过有女孩子给自己买花然后还要被说你怎么不找个男朋友让他送你啊，是吧？这也很气人。再常见的就是过年过节，单身肯定要被亲戚轮番数落嘛，因为没家庭，连这辈子不相干的人都能给你来上几句人生忠告，都似乎在隐形的暗示人们单身是不配享有某些权利的，暗示着婚姻和家庭是体现一个人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要是没有你似乎都会显得矮了一头。所以我认为这些单身成本对于一个单身人士来说，在心理上的影响是远远超过了在经济上的影响。这种隐形但绵密的单身压力，很容易让单身的人感觉到被孤立、不爽，甚至是一种耻辱，好像在逼着人们承认很多幸福和满足都必须得通过婚恋来实现，而单身更像是能力和价值上的一种缺陷一样。这才是那个真正让人不爽的事。好，那不爽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人选择了一种逆反式的躺平，越被边缘化，越被花式催婚，越被明里暗里的收单身成本，越就不愿意结婚生娃，展现出一种对当下环境的无声的抗议。其实也好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下，实行类似于单身税这样的政策，去鼓励一下婚育，这不是挺符合逻辑的吧？但如果我们认真一点问，这样的政策究竟能不能鼓励婚育，或者多大程度上鼓励婚育？我认为从这个政策以及民众的反应来看，恐怕是没什么用的。而且不仅是在日本没有用，其实在更早之前，很多西方国家都实践过，都没有什么用。就拿我待过的法国举例，在法国生一个小孩，政府会立刻发放948欧元的新生儿津贴，就大概约合人民币7300元左右。
之后每个月也会发补贴，至少在86欧元，要是生到3胎，一个月能补贴300欧元，而全职妈妈会给的更多。有人算过啊，在法国如果生3胎，每个月杂七杂八拿个900欧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7000元左右都不成问题，而且可以一直拿到小孩成年，再加上基本免费的医疗和义务教育，4舍5入，其实养小孩就花不了什么钱。就是在这样的鼓励政策下，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公布了2023年7月份的出生数据率，与2022年7月相比下降了8.6%，新生儿的每日出生数量创下了30年来的新低。以及除了法国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德国、瑞典等等。从这张各国政策措施效果比较来看，除了俄罗斯和德国的生育率有一丢增长以外，其他全部在掉。再结合这次新闻出来日本民众的反应，我找不到理由认为日本出了单身税政策就能鞭策大家嘎嘎去结婚生孩子，而且我相信他们自己应该也不会这么觉得。好，退一步说，就当这个政策无法鼓励那些想要单身的人去结婚生子吧，那么发点钱来刺激那些中间的摇摆位的人，生与不生一念之间的人，行不行？这个问题就要具体看。生育补贴的逻辑很简单，你生娃政府发钱，其实它能够真正刺激到的也就是那些有生育意愿但只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养小孩的人群。这个群体多吗？其实不多，而且很少。虽然我们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说生小孩养不起，但我们实际上在说养不起的时候，说的是一口饭一张床的事情吗？完全不是，而是教育竞争是没有上限的，只要竞争就得去比，只要去比你就会卷，想要不卷不可能不卷。所以饭得吃好饭，床得睡大床，还有昂贵的兴趣班，学个乐器，编程，体育运动，寒暑假去旅个游，见世面，到时候再出国留个学。养活是一码事，养好是一码事。如果你说这些我都不要，我就按照基础款的养育模式，就给他供到大学毕业，行不行？远远不行。说的直白一点，他卷不过同龄人的时候，再回来啃老，阁下又如何应对？其实在传统社会中，养育小孩它实际上是一种投资，等小孩长大了再回来照顾你嘛。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养小孩已经从投资行为变成了消费行为，大家已经不追求养儿防老这一套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养小孩能获得什么？其实我们在还想生娃的人是怎么想的，这期视频里面也讲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在追求一种养育上的快乐，但是这个成本又太过于高昂了。统计下来现在养一个小孩，正常情况下，从他0岁到结婚，成本基本得在130万左右，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这个数字会去到200万。小一点的地方虽然说便宜一点但收入也低吧，其实是一样的。这不就是消费吗？尽管生育大家都知道对整个社会有好处，但是作为普通人，实际上很难去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承担起责任。特别是当未来的个人前景存在着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会觉得，如果我还在养小孩，那整个风险就更大了。很多人也是基于这种风险厌恶，所以不愿去生娃。平常嘛，一个人生活还勉强过得去，但是变成一家3口4口的时候，这个压力简直不敢想啊！对。这不是我说是真的，很多人在表达，我辛辛苦苦搭上一辈子养一个小孩，却因为给不到足够的资源，给不到足够好的培养，长大之后又因为没有婚育再去交单身税，就没完没了了，未免也太讽刺了。所以大家说养不起的时候，其实是觉得自己养不好，而不是养不养得活。而目前看，单身税或者其他形式的那些生育补贴，基本上也就只能够在养得活这个层面上帮点忙。对于养得好来说，就属于杯水车薪了。所以不管哪个政府想要改变这个趋势，通过税收、福利这些措施，实际上可能都非常困难。而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扭转这种颓势？我觉得还是人们要看到更多的个人前景，因为生小孩已经从投资变成了消费，而消费就来自于我对未来的乐观度。当人们足够乐观的时候，消费包括超前消费都可以。而如果这个消费在以摧毁自己为代价，那人们自然就不愿意消费了。所以在今天这种大环境下，我只能说再回头看张爱玲说过的那句话，竟是如此犀利。她说，如果孩子的出生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忙碌、恐慌、贫困，那么不生也是一种善良。